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会详细的向大家演示如何向自己的券商账户去注入资金，包括美国银行间的 ACH 转账，还有传统的电汇。如果说你还在头疼券商的入金的一个流程的话，那么请一定要仔细的观看我本期的视频。在上一期的视频里面，我向大家介绍了德美利证券是如何开户的。如果说屏幕面前的你在证券投资或者说境内外资金流转的过程中有很多疑问的话，欢迎点击屏幕下方的链接加入我的电报群。说到境外券商的入金，大部分人想到的第一个就是电汇。的确，电汇是一个非常传统也是非常高效安全的一种汇款的方式。但是如果说你了解了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 ACH 转账，你就会觉得电汇简直就是一个小弟。ACH 转账它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是完全免费的，不管你是转入还是转出，全部都是免费的。另外，它的时效性和电汇也是不相上下的。如果说你是每个月或者每周有固定的一个券商入金的计划的话，那么 ACH 就非常的适合你，因为它有一个固定转账的一个功能，你可以设定每周、每月去固定的去转入多少金额到你的券商账户里面，这样的话就非常方便，非常的节省大家的时间。所以说，如果大家有美国的银行账户的话，强烈的建议大家使用 ACH 进行入金的操作。ACH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说今天的视频我就带大家一步一步的详细的去讲解如何去进行 ACH 的入金，如何去绑定你的银行的账户，如何去转账。如果说你很好奇我是怎么操作的，请一定要看完我本期的视频。我的这个频道主要是讲境外资金账户的办理、境内外资金的流转以及个人理财的一些方法。如果说你对这些内容有兴趣的话，欢迎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订阅我，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啦。好，那我们下面正式开始今天的演示。好的，我们现在来到了德美利证券的一个登录的页面，它默认是英文的，我们在这里把它切换为中文。好，切换成功之后的话，用自己注册时候的账号去登录一下，这边记住用户名就可以了，然后点登入。因为它的服务器是在国外，所以说你登录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慢，所以如果说有代理的小伙伴的话，建议尽量去开一下代理啊。好，现在我们登录到账户之后的话，我们第一步是要注资啊，所以说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注资的一个方式。我们点那个我的账户，然后去选择存款。好，选择存款的话，它就是这样一个界面，因为它是美国的网站嘛，所以说有时候有点中英文混杂的啊。如果说大家有些英文看不懂的话，用谷歌浏览器的话，直接去把它翻译一下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现在支持的几种存款的方式。首先第一种的话是从您的银行转账 ACH， 说什么是 ACH 呢？之前的话我也给大家去介绍过，就是自动清算公司网络，它是美国银行间的一个自动清算网络，就像中国的银联一样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是中国的银行，或者说是在香港的银行，或者说英国、欧洲的其他的银行是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方式来入金的，这个只有美国的银行才可以的啊。所以说这里去强烈的去建议大家去办理一张美国银行的一个账户。现在大陆去办理美国银行账户最方便最快捷的话，就是vivo 美国华美银行的一个账户。如果说你还不知道怎么去申请的话，欢迎点击屏幕上方的链接去观看我之前做的视频，你可以在家很方便的当天就可以申请到这张账户。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它 ACH 转账它最大的一个限额是25万美元。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详细信息。我们的话其实转账汇款入金的话，最关注的就是两个点。第一个的话就是它的费用。ACH 转账的话是完全是免费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限额，最高的话是25万第三个的话就是它所需要的时间
德美利证券的话，它全部就是你在发起 ACH 转账的30分钟内，它就会先行垫付，把这个资金发放到你的账户。然后清算的话，就是结算的话是可能最多是需要4个工作日。也就是说，它先行垫付了之后，你登录到你的华美银行的账户去看，你的账户的钱其实是并没有去少的。一般的话会在下一个工作日或者下2个工作日，你的这个资金才会正式的被那个德美利证券划转走。好，其他信息的话大家自己去看一下。首先第2种的话是电汇，电汇的话你直接在你银行的账户上去操作就可以了。这个 ACH 转账的话是要在你券商的一个网站去操作的，这个是2者最大的一个不同。首先电汇的话，你在银行上面直接去选择转账就行了，转账一般都是电汇需要的时间的话，就是工作日内转账的话是当天就可以记到你的账户了，这个速度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快的。其他的证券去接收转账的话，一般都是需要1到3个工作日。然后电汇的一个限制就是没有限制，没有金额的限制的。然后费用的话是汇入费是不收的，但是银行那边的话可能会去收取一个汇出的费用。像华美银行的话，它会收取一个每笔40美元的一个转出费用。不管你是转出10美元还是转出1万美元，全部都是40美元的一个手续费。限额的话是没有的。好。下面一个支票存入我们在中国大陆的话就不仔细去看这个了再下面一个是券商的转移。转移的话，首先我们看一下时间，通常是需要1周，但是有可能的话是3天到6周不等，取决于经手的公司。结算的话是转入后就马上可以结算了，限制的话也是没有限制的。费用的话是它的转入的话是不收费的。但是你转出的话，你对方的证券公司的话是肯定要收费的，我还没有见过转出不收费的证券。限额的话也是没有的。好，最后一个的话是实质股票凭证的一个存入这个的话我们也用不到。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以上的话就是德美利证券存入资金的几种方式。这里最推荐大家就是使用 ACH 转账的一个方式当然了，你通过电汇你也可以选择，如果说你没有境外的账户的话，也可以选择通过境内银行的一些电汇去入资但是的话，你如果说在境内银行直接电汇到德美利证券的账户的话99%的可能是会被拒绝的，是存不进去的。因为的话，国家的外汇管制是严禁向任何境外的投资机构、金融机构去汇款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去申请一张境外的银行账户，不管是香港的也好，然后美国的也好，或者欧洲其他国家的都好。好，下面正是和大家去演示一下怎么样去进行 ACH 的一个转账。下面正式去教大家如何去进行银行间的一个 ACH 的绑定除了证券公司，另外的比如说PayPal， 比如说谷歌支付，它的一些验证的 ACH 方式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操作的方法。这个的话是需要不是在银行的界面进行的，是需要在你那个券商或者说 PayPal 这个账户页面进行的。首先的话，我们在我的账户这里，然后去选择账户银行绑定，选这边账户银行绑定这里我这里已经绑定了一个 vivo 华美银行的一个账户，然后你可以点击这边的新的，好，新的银行的一个连接。我们账户的类型的话，可以是支票账户，也可以是储蓄账户。好，我们就选择，如果说你要绑华美银行的账户的话，你直接选择支票账户就可以了。你的名字在银行账户上面这个就是跟你确认一下它是不是你本人的一个账户，我们直接点是就可以了。然后路径的号码就是你华美银行 APP 上面的
2串数字的第一串数字就是那个路径号和 ABA 号，全部都是这样的。我们去输一下。好，账户号码的话也去输一下。啊，下面去重复一下。啊，这里再重复去输入一下。好，输完之后继续。好，这边的话，银行的详情去输一下那个银行的一个名字。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是可以自定义的。然后银行的城市直接把它输进去。好，然后州的话是加州。啊，点继续。这个是你银行的一个别名。OK， 那上面的话，那银行的名称的话，这边应该是要填华美银行的，我们直接去改正一下。好的，这边的话就是账户的一个别名，给你自己起一个名字就可以了。好，这里去同意一下，然后点继续。好，这边的话会发一个验证码给你。稍等，我们把手机的验证码输入。好，然后点继续。好的，到这里的话，它会有一个提示啊，我们谷歌翻译一下。好，它是说等待测试存款，就是等待1到2天，然后检查你的银行账户是否有2笔小额测试存款，记下存款金额，然后返回此页面，这有助于验证你是否是此账户的所有者。有的人可能想，他那个给我发2笔小额存款，我是不是就赚了这2笔钱呢？其实并不是的，他一共会向你的银行发起3笔交易，其中有2笔的话是小额存款，一般就是0.1几、0.2几的美元，然后第3笔的话是一笔那个取款，就是把你刚刚存的那2笔钱，然后再取走。所以说你最后账户的话是不会多钱也不会少钱的啊，这个大家不要去抱这个幻想。好，比如说你过了2天之后，你收到了这3笔交易，其中你把那2笔转入的资金的金额记下来，然后的话再到这里来验证。验证的话是怎么验证呢？好，如果你验证的话，你还是到我的账户，然后账户和银行的绑定这里。然后会看到你这边的话有一个新的，就是这个 vivo 2这样一个银行。然后不要翻译了，它翻译很奇怪。好的，然后这边的话我们点那个完成链接。好，它这里还是提示在等待，说明它这个小额的存款还没有发出去。但如果它发出去之后的话，你点一下这个完成链接的话，下面会有2个小方框，然后这2个小方框的话就是让你去填你的金额的。填完金额之后，你下面点一下验证，好，你这个账户就绑定成功了。绑定成功之后的话，就是像我第一个这个 vivo 账户一样，是可以它的状态的话是以验证，然后你就可以正常的去进行 ACH 的一个转账了。好，下面正式跟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进行 ACH 转账。我们选择第一个，从您的银行转账。银行连接，你这边可以去选一个你那个新的一个银行，就是你这边可以选择你已经绑定好的一个银行账户，然后金额的话去输一下，频率的话你可以去选择如果你选择每周1次的话，它就是会每周的话固定从你银行去转的。好，然后去点继续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成功了。然后30分钟内，你的银行账户就会有这笔钱，你就可以去拿去用了。然后第2个功能，我们简单看一下，就是一个德美利证券账户之间的转移。
这里就是说，如果你有多个德美利证券的账户的话，你可以在这些账户之间去相互的去转移你的资产，包括现金还有股票。第三个的话是提款，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出金了。出金的话，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首先第一个的话也是那个 ACH 的一个转账，它的一个时效的话是1到3个工作日啊。但有的人就会有疑问了，为什么说它入金那么快，只要30分钟，但是它出金的话就需要1到3个工作日呢？因为你30分钟的入金的话，并不是说这个钱已经从你的银行划转到你的德美利证券账户，而是德美利证券去先行的去垫付给你了。其实1到3个工作日才是 ACH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周转的时间啊，所以说这个是正常的，大家不必有其他的那个多的疑虑。费用的话也是完全是不收费的，限额的话是25万，截止的时间是美东时间的下午4点半。好，然后第二个的话，电汇的话是1个工作日就可以到达，但前提的话是美国啊，看一下它是美国境内是1个工作日就是可以的。费用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德美利账户的话是会收取，它是可能会收取费用，但是银行的话也是可能会收取费用的。然后美元的限额的话，就是你账户内可以提取的最大的一个数额，时间的话也是美东时间的下午4点。好，最后支票的话我们用不到就不再进行说明了。好了，以上就是ACH 出入金的一个全部演示的操作。如果说你开通了德美利证券的账户，或者说你现在拥有其他美股券商的账户的话，非常建议大家去使用 ACH 的方式来进行出入金。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或者说加入我的电报群。另外，我的个人网站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我会在我的网站里把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内容做成图文的形式放在里面，这样能够更加的方便大家去查看。另外，在我的网站里面，你还会发现很多我对于生活、对于经济的一些思考。如果说你对这些内容有兴趣的话，欢迎点击屏幕下方的网站的链接去我的官网骚扰。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说你感觉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帮我点赞，并且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同时也要点开旁边的小铃铛哦，这样的话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内容更新的通知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